方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1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1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长天无外，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那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
激动，我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走掉。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好，谢谢啊，谢谢。别人笑我太疯癫，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我讲这个话题，是吧？我几乎是全行业最温顺的演员了吧？是吧？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付航不在这个话题？付航，你不讲疯癫，你疯了吗？不过付航在这个节目的出现啊，给我一个经典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仔细的去寻找我跟这个疯癫的关系啊，找到了，朋友们，还是找到了。我家住在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的对面。不知道的朋友，那里是著名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是的，我现在的脱口秀是典型的上海演员的写法，就是根本不在意你们外地观众能不能听得懂。但是荒谬的不是宛平南路600号，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经常我一出小区就看到2条队伍，是吧？一边在那儿挂号拿药，一边在那儿打卡拍照。你根本分不清谁更需要治疗，真的。我不理解，你在这里拍的照片，你能写什么文案，对吧？上海市内环还藏着这么小众的精神病院，你们上海人嘴也太严了吧？姐妹们，谁懂啊？真的，有的时候天太热了，你知道最近天太热了，就是打卡拍照那边有人就插队就吵起来了，还要看病的那边来劝架。冷静冷静，深呼吸，别着急。哎，我这儿有个安定，你先吃着，我还能控制住自己，是吧？我不理解，是吧？我不理解，拍照这种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对吧？特朗普也是到了78岁才拍到自己人生照片的。但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一个人，他离社交媒体越近，他离正常人类就越远。因为社交媒体上能看到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量级的关注。你想，你发出去一条动态，理论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所有人，你的前任易烊千玺，你的现任徐志胜，是吧？都能看，这是4个人啊，这是4个人，但他们都能看到，真的。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他有一个不是非常大众的爱好，就是拼拼图，然后拼完之后他就发小红书，然后很快就积累了一些粉丝。但大家都知道，粉丝这种东西就是长着长着就不长了，然后他就陷入某种焦虑。首先就是这个焦虑本身就很荒谬，人类是不需要粉丝的，我又不是扇贝，是吧？其次，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健身。他身材很好，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穿个小白背心在那儿拼拼图。你知道他那个账号画风就很奇怪，每天都是呀这一块放哪儿呢？会不会是这一面呢？呀怎么哪儿都放不进？哦，难道是左边？算了，先放一边吧。哎呀，呆住了！哎呀，哎，以后咱直接就在这儿拼吧，真的。好奇怪，真的好奇怪，好端端的一个朋友，突然就变成椰树直播间的主播了。他还跟我说：“哎，你看我自媒体做的不容易，帮我点关注。”我说：“不了吧，我对这个背心儿没有兴趣。”真的。
他说我让你看拼图，我这儿的拼图都非常的厉害，确实很厉害。他有一幅全是天空图案的拼图，纯蓝色，非常难。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拼呀？他说我有办法。你看啊，所有拼图都是4周都是固定的，你从边上慢慢的往里拼就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我说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然后你就可以狠狠地擦它。这件事我去查了，这件事在科学上有一个解释，叫观察者效应，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看着跟没有人看着，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知道，小学老师就跟我说过，是吧？说上课呢，你在底下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站起来，你当着全班同学面说。原本滔滔不绝的我，瞬间哑口无言。观察者效应最著名的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就是那个猫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人在观察。我觉得薛定谔这个人是非常懂社交媒体的，因为这个理论翻译一下就是，不管你这个实验设计的有多巧妙，如果不发到网上，不被粉丝看到，就没有任何意义。薛定谔是吧？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萌宠博主，主打的是开箱视频。但是我认为，就算薛定谔生在当下，他也做不好一个小红书博主。首先，个人简介怎么写是吧？啊，量子物理，一个竖线，瑞士瘤子是吧？INFP 是吧？其次，我觉得他更不可能好好的推广科学，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想看量子物理，我们其实只是喜欢3分钟看懂量子物理。薛定谔最后也只能怎样？他也只能发广告，发爱因斯坦的八卦，直播的时候讲爱因斯坦的八卦，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开始带货。总之，大数据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粉丝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社交媒体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别人一看你这也不是薛定谔的猫呀，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谢谢各位，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能给今天这场演出做开场、做暖场。而且你们知道，《喜剧之王单口记》这个节目的发起人是周星驰先生，今天是半决赛了，周星驰先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总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现在觉得节目组欠我一个解释，真的。说像不像那个经典的骗局是吧？你收到一条短信，我是周星驰，来参加我的脱口秀节目是吧？就让你主演我的电影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不然你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蒋龙在这里，对吧？开玩笑，澄清一下，不是骗局是吧？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真的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我甚至已经见过他2次了。今年周星驰先生在我这里的地位跟海澜之家是一模一样的。男人1年要见2次周星驰，而且节目组真的挺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节目在刚刚开始官宣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作孽，谁关心脱口秀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比奥运会更好看，对吧？即便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也要说，是吧？我心目中最好看的依然是我太太。开场就可以胡来啊！第2是奥运会，对吧？脱口秀排第3，真的，俩节目在一起排第3啊！而且认真的说啊，这个夏天因为有2档脱口秀节目，对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节目变多了，机会也变多了，大家都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但你想，还有什么行业1年能有2个名副其实的大王？对吧？有20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10强，跟好多大学的那个排名是一样的。你看，虽然节目上你看到了100个脱口秀演员，但来了就是50强。脱口秀今年正式迈入双一流的时代。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如果最后2边的冠军恰好是一男一女，然后这2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生子，这个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演员真的很幸运，是吧？我们还有京都念慈庵，对吧？跟大家说，付航跟刘洋争得最凶的根本就不是冠军，就是念慈庵。你想，如果没有念慈庵，他俩那个表演风格，演完第1期嗓子就废了，后边全得给你们演哑剧。我们就是哑剧之王单口记。这个夏天真正辛苦的只有各位观众，真的有观众在跟我说，哥，这个夏天
3档喜剧节目，你们还有衍生节目。哥，我现在每周要看17个小时的喜剧，我好累啊！台上5分钟，台下17个小时。喜剧的内核是马拉松啊！啊，每周看完，精神是放松了，身体垮了。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每周最盼望的是周一。真的，聊到最后他已经神志都不清楚了，拍着大腿问我说：“你说说这个比赛对劲吗？啊，凭什么哈哈曹的票数没有黑灯高啊？你说那个刘洋他怎么赢的广智啊？我跟你说，要不是袅袅没来，吕岩他们队根本就淘汰不了。这，我说咱都看成这样了，要不考虑停一边的会员呢？”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啊，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节目嘛，服务大家，娱乐大众，那就不妨做的再极致一些，对吧？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嘛。而且我们都知道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你干脆就每周两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多刺激，对吧？然后而且你不光能看到各种笑话段子，你还会看到很多就是人性的部分，就是那种排兵布阵，是吧？你想一边在那儿群策群力，然后团队协作，就改段子加笑点，然后派出最强的呼兰，然后这边大幕拉开，南瓜闪亮登场，呼兰哥你的外卖是吧？然后就走了，多精彩！付航躲在幕布后边，嘿嘿嘿，没想到吧？战术马楼赛马。而且你也不用一周在这儿播17个小时，2小时就够了。我们就搞直播，对吧？每周5晚上就直播，然后你再请2个国外那种名不见经传但实力非常过硬的脱口秀演员，就是给我们所有人打的都不行了，只有王建国奄奄一息，是吧？我觉得到时候今年所有没有参加比赛的脱口秀演员都会出来发微博支援我们，是吧？就看不得这种场面。3巡国仔守国门，内蒙脱口秀演员杨蒙恩申请出战。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啊，我也很想看，我也很想看，是吧？是吧？我也看热闹嘛。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都完全都整理好了，我准备卖给那个第三方的平台了啊。因为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谁做都不合适嘛。而且咱们做给观众看，我觉得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哟，酷。”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好。希望演员们演得开心，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就比什么都强。尤其是一会儿还要比赛的朋友们，加油！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前的最后一班岗，好吧？加油！喜剧永远属于所有演员和观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是今年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而且你知道，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你知道吗？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我进组那一天正好主演在杀青，非常感动，流着眼泪捧着花说：“哎呀，谢谢大家！”我说：“好，3、2、1，请锁票。”但是还是很开心，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呀！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我说闭嘴吧，闭嘴吧，真的，叫我庞叔。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一会儿你们看吧，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挺有意思的。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也叫奇异果。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叫爱奇艺国际版。哎，对，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谢谢佩森姐姐啊。
还有英文大家都知道吧，叫 kiwi 是吧？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好不好？叫 kiwi。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SIRI 就叫 Siri，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我每天就要，嘿 Siri， 请打开我的 WiFi，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Time。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很神奇。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突然间就急眼了，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对吧？听着听着音乐剧，突然就站起来了，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冒犯别人，首先你要有力量，对吧？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如果笑很有力量，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而不是战争的故事，对吧？《三国演义》就应该是诸葛亮三笑周瑜，诸葛亮笑死王朗，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王朗说：“完了，今天是要笑不活了。”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喜剧之王三国记。我想问大家，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是王朗的话。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我感觉到被冒犯，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在20年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非常火，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三体校，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叫三体吧。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是吧？小说《三体》，然后横空出世，然后三体吧就被三体的书迷占领了。所以理论上，北京市第三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三体人入侵的地球人。我觉得都可以想象，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对吧？搞什么？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这是。三体的书迷也很无辜，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刘慈欣说：“哦，主不在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当然冒犯。生不生气？当然生气。怎么办？没有办法。李白曾经说过：“如何呢？又能怎？”所以我觉得，不如笑一笑，不妨就笑一笑，对吧？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三体的书迷，咱们一起去弱智吧。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肯定会很欢迎我们。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哎，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happy 起来啊！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三体校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叫《地狱笑话秀》，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开玩笑，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你想一想，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200-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干什么？今晚80后脱口秀吗？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当时大家有个群，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
两个演员，两个演员，跑不快，跑不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手在哆嗦。还真跑得快。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是吐槽小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佳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太神奇了！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名字就叫《速度与激情》。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当时小佳在群里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当然啊，这不是小佳的原话，她的原话是：“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你们啊！你们笑了，你们鼓掌了，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哇，北京市第3体校，哇，太惨了，我要笑一笑。我是小佳的朋友，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观众真的太可爱了。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对吧？所以不如就笑一笑，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呦，很开心啊，又来了。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是吧？去年头一回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也很紧张。我去年来之前，我还问了问我妈，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妈说啊，到人家那儿啊，少说话，早点回来。我说也可以不去啊，也可以不去。哎，但是你别说，做到了是吧？很快就走了啊。确实啊，家里边也一堆事儿。去年我也讲了，家里边呢还有2个小朋友，是吧？哥哥大了，那妹妹还小，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就很困扰啊。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不合适我们就换。我媳妇说我啊不行，我看人不准。啊，是那意思吗？看人不准，骂人挺脏。我说你这样，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他说不行，有经验的呀都油，爱偷懒儿。我说那你找一新手。他说新手啊不行，带不好。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他说不行，岁数大都干不动。哎呦，我说你找一年轻的。他说你要干什么呀？哎呦，我要干什么？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他说你别废话啊，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我说我这是苦笑，我还笑出来，不小心啊。选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是吧？你家里突然来一个外人，又照顾孩子，总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也选烦了，我说干脆别选了，就让我妈来就完了。我媳妇说：“哎，选好了。”你知道，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次要矛盾好解决，当场就选好了。选好了，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哎呦，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也不是说低，阿姨这工资啊准。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似的，跟我工资一边多，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她要是全勤，我不敢请假。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我想过，你比如说我1个月我挣好多啊，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我1个月2000，我自己辞职当阿姨。现在他一样，
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一样，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5险1金？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我呢上班不远，她就住我们家。哎呦，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有点难分伯仲。哎呦，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我说我这工作稳定。阿姨说对你稳定我就稳定。哎呦，狠狠被拿捏啊！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什么感觉？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很具体。为阿姨服务啊！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那咱俩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你哪能那么没出息？”阿姨来了呢，就是融入的也很快，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走吧，去忙去吧，啊，就给我挣工资去吧。哎呦我天！我走我也不放心啊。我说阿姨，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阿姨说，非喝奶粉啊？我说不，非喝奶粉。二宝啊，特别喜欢那个飞鹤、星飞帆、卓瑞，聪明宝宝都爱喝。阿姨说行了，别嘱咐了，快去挣奶粉钱去吧。我说哎，你别说，挣着了啊。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我这边抱着妹妹，阿姨就拉我聊天，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我跟你说，儿子都指不上。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阿姨说嗨，我有分寸，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我说您啊，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然后就数落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新员工入职啊，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就有点奇怪，就老批评我。她说：“你看这纸壳本，卖不了多少钱，还占着地儿。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我说：“哎呦，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看哪儿都别扭。”我觉得阿姨啊，就是工作不饱和，是吧？每天就是闲的。你看她带着孩子啊。上午玩会儿，中午睡觉，下午又玩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你想我们那一天，差不多，差不多。难怪工资一样多哈。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这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着你那活儿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阿姨想了想，阿姨说不一样，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工作轻省。前一段呢，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请假回老家。他请假回老家，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要保持一个收支平衡。你看阿姨一走，我就发现了这活啊，什么都是这样，看着简单，其实还是非常累啊。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天天盼着阿姨回来。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我扭头一想啊，我也1个礼拜没上班，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礼拜1上班，我说怎么样，朋友们，上个礼拜都顺利吗？我们同事说啊，你上礼拜没来啊？我这1礼拜没去，没发现。我扭头回家呢，就跟我媳妇吐槽，我说你说像话吗？哎，1个礼拜没上班，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我媳妇说啊，你今天上班去了？谢谢大家，我是梁燕。大家好，我是杨蒙。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才会有人觉得我帅。在外边，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是吧？不是图你们这个。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
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永远不要知道。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叫“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难，我很难过。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哎，你别难过，你别难过，你往好处想。你看他们才发现。”徐志胜当年一上台，他们就发现了。我想说的是，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徐志胜是丑，我是难看。你们能分清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你一看他难看，你再也不想看了。丑是一个，我好丑，但你忍不住还想看。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怎么能长这么丑呢？我这样说，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志胜长相的意思，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丑也是一种好看，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你们想想，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有丑角儿，但是没有难看角儿，难看的成不了角儿。其实我很清楚，就是我这种长相，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我只配演那种《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关羽在城外叫嚣，谁敢一战？我说末将愿意前往，你知道吗？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你知道吗？打战鼓呢，在这个就是。而且，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我的嘴很恶毒的。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我盯着手机我就骂。我说你个丑货啊！你修仙光修下巴呀，是吧？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哎呦，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我跟他说：“他也不容易呀。”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从小到大，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真的，没有一个仙侠剧啊，不是，他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我妈看的那个热搜，从愤怒到妥协，只用了3句话。第一句是：“哎，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第2句是：“莫恩多帅，那莫恩多帅。”第3句是：“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凡族长相。他就说，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这就是凡族，就大概就长这样。你们都看的这有什么好啊？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这真的就那个视频，他就这样，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就历史课本那个图。说实话，我看着那个图，我从来没那么觉得，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是吧？
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嘛，现在明白了，就是乡愁。而且我发现，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我老婆看完之后，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就她就这样，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她就想改。我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我点开那个视频，然后在下面评论，我说对呀，没错，长成这样，因为我是你祖宗。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反祖，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因为长成这样的人，小脑发育不健全，所以他冲动、易怒、会报复，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就是。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小脑差，脾气还差。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佳和翟佳宁的结合体。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对吧？是吧，庞庞？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枪杀了一个 CEO？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你们啊，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他因为帅，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他的社会背景、他的工作背景、他的教育背景，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社会不公。哎，他要是长成我这样，他们还会这么说吗？不会的，他们只会说他杀人，因为他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所以易怒，走在路上想 biang biang 来2枪，是吧？为什么要来2枪？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是吧？第1枪瞄不准，这样。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然后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谢谢大家，我是杨文。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1，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啥呀？我又没去。啥呀？
去面试了啊，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难分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哦，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啊。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南瓜当时还说呢，说，哎，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我不语，只一味魏舞。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想。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别再说话了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1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儿，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
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四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一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啊，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礼仪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了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一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